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坛。今天呢，3月15号，天气呢比较晴朗，但大家看我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来，还是比较寒冷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实际上今年气温回升比较快，天气暖和一点，那我们就可以第一批菜就可以种了。种什么呢？我们这个14个品种的套装组合里面的耐寒品种就可以种。那耐寒品种里面有这个霍兰豆，还有鸡毛菜、沙拉组合。我们今天就来种这个菜。好，我们先说种菜之前的这个土地的准备。我们这个土地的话是去年秋天收了东西以后，就把这个该杆堆肥就埋下去了，埋到现在以后的话，开始种植就很简单。我们这片地的话，去年是种过西红柿的，前年是种过这个大白菜的。那我们今年来种什么呢？我们一块地里面同时可以种2种，一个种这个霍兰豆，再一个我们种这个沙拉组合这一类比较耐寒的菊科的菜。好，我们先看这挖塘的目的是方便这个控制住猪环距。我这个地的话，菜床4尺宽，8尺长，那我就掌握在就是含距1尺多，那株距的话6寸左右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霍兰豆我们是可以吃苗，也可以接豆子的，就是采了一半吃豆苗，剩下一半来接霍兰豆就可以了。含距可以保持一样，那株距就是减少了。我们坑打好以后呢，先撒土壤活化剂，因为我们这里边埋了大量的这个西红柿的杆子沤过的这个堆肥，因此的话，现在我们每一坑用土壤活化剂大概15克就可以了。那就是说我这样抓一把，大概放3坑左右。好，土壤活化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栽苗了。栽苗的话，用这个锄头或者小铲子，把土壤活化剂稍微跟土混合一下就可以。大家可以看这个霍兰豆的苗，现在差不多就是高度在5-6公分左右。它是10天前泡种子，撒在这个土里面，盘里面10嫩育苗育出来的。因为霍兰豆的耐寒性很强，几乎可以承受，就说零下5度的温度，对它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栽下去，我们看了天气预报，到3月31号之前，还有3次降雪机会。那最低温度会出现零下5度、6度，它的耐寒性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们栽完以后，我们还要盖这个小拱棚，盖小拱棚下去的话，对它的这个保温、防霜、加速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好处的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种植。大家可以看，我们一个坑一塘栽了5-6个苗，这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从吃霍兰豆来看的话，那3苗够了一个坑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特意放了多一点苗。为什么呢？等到我们它长到那么高的时候，我们采苗吃，一坑里面留下2根3根不要采，其他的采掉，甚至拔掉都可以。那这采苗吃和吃豆子，就2方面得到兼顾，没有冲突了。对这个株距和含距来讲，那这个1尺的含距，1尺的株距也是太密了。那以后我们考虑保留这一行，完全保留。那这一行可以拔掉，这个吃苗吃掉。因为每年都有朋友问说是，哎，我又想吃苗，又想吃豆子，怎么办呢？那其实这个问题不冲突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种1棵，我们种很多棵。要吃豆子的，那留下来就不要碰它，让它长高，长到1米多高接豆子，这没有问题的。要吃苗的，通常从大概30-40公分开始就可以陆续采苗吃。那我们吃苗的时间，我们现在栽下去的话，差不多到4月底5月初就可以采豌豆苗吃了。这个品种的话，它的豌豆苗是非常漂亮的，因为它卷须少、卷须短，叶子肥大，这个口味的话是非常的脆嫩，非常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个品种的原因。
既兼顾了吃豆子，又兼顾了吃苗。所以我们一场豆苗出来的话，这个陆续有豆苗吃，以后还有这个荷兰豆可以采。栽的时候、撬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土壤的完整，不要伤到根系，这对它的恢复和生长很有好处。这个荷兰豆育苗当中的话，要注意一个问题：豆类育苗往往失败什么呢？就是浇水太多。它这个泡种以后，栽到土里面不需要过多的浇水。这几乎就说这10天，只是浇了这个2次水。如果浇水太多，造成烂种。这样就栽好了。然后栽好以后，我还要做一个事情，用耙子把这个土稍微耙一下。耙一下的目的是方便我们栽这个撒这个沙拉组合、撒叶菜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苗小的话，实际上留下的这个空间非常多，那就有点浪费。沙拉组合刚好属于速生类的，等这个豌豆苗长大的时候，它已经可以采收了。那好，最重要的、最关键的一个工作来了，就是预浇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小种子的鸡毛菜也好，沙拉组合也好，它的种子非常小。如果我们撒了以后再浇水，那这个水冲了土，可能把它掩埋太深，或者说甚至把它冲走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土壤浇潮，再撒种子。任何苗育栽以后必须浇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即便土壤是潮的，必须浇水，是因为我们栽的时候土壤是松的，土壤和根系有缝隙，通过浇水让这个根系和土壤更贴合，这样的话利于它恢复。这一把看起来没多少，其实很多种子，已经有上百颗种子了，所以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就说不能嫌少。这样种子落到这个土壤的缝隙里面，它就会可以很好的扎根，疏苗就没有问题。好，为了让种子不暴露在外边，我们微微的来一点点好土、肥土作为掩种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完了，我们再微微的来一点水。好，这播种过程就完了。那播种过程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加小拱棚。那加小拱棚的话，大家会想到这个温室啊、拱棚啊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，很复杂的事情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我来做给大家看。有了滴灌管，方便万一需要浇水的时候，那我们开滴灌就可以浇了。那怎么判别需要浇水不需要浇水呢？我们看这个拱棚上塑料薄膜的水雾，如果说水雾很多，那就不需要浇水。所以什么叫很多呢？就比如说我们看不到这个苗，那就说明水多；如果说能清楚的看见苗，那就说明这个水不够。我手里面拿的是这个 Home Depot 卖的 Wire Mesh， 那我看这个强度可以，价格也不贵，刚好派这个用场，做我们的这个小拱棚的支架。那好，2片上边用这个塑料扣子固定起来。在加拿大最大的毛病是春天太寒冷，因此加个小拱棚种菜是必须的。一个简单的措施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种菜的成功，可以保证蔬菜上桌的时间提前差不多20天左右，这是蛮划算的事情。因为现在蔬菜不便宜，而且它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。就是这个做拱棚做完以后的话，到了夏天我们需要搭架子的时候，需要给爬藤植物，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网架。现在我们让它做这个拱棚的骨架，两边顶住木框就可以了。
好，第3个，操作起来很快，2个人操作起来很快，1个人也可以搞定。来，我们先用这个架子先把它压好，免得风吹走。你看这个很方便，压塑料薄膜也用这个来压，这样就不怕风吹走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小拱棚也盖完了，那这个耐寒蔬菜的这个种植也就种完了。因为我是为了给大家这个提前观看到提前做还来得及，争取在3月底之前完成这个耐寒蔬菜的播种植。那我们在5月初就可以有豌豆苗吃，可以有鸡毛菜吃，那餐桌就陆续就丰富起来了。